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今天节目主持人李作恒，来欢迎这一节参与我们讨论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赖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作恒好，大家好。好，我们先来看到现在呢，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交锋啊，看起来是越演越烈了。那么最新呢，以色列的这个闪电飞弹更是首度的投入实战了。那号称的是呢，它已经击毁了8架的伊朗无人机。好，这是以色列的海军巡防舰呢，你看画面上他们呢用这个闪电之盾飞弹系统啊，所以你看画面上看起来非常的惊人哦，它来击毁了8架来袭的伊朗无人机，而这个重点是呢，它是闪电飞弹系统第一次投入了实战，说取得了一个成果了。好，那以色列到底为什么要开战呢？现在就有传出说，一个匿名的以色列军队官员，他指出，以色列对于伊朗空袭的目标已经是放在伊朗核计划了。那以及伊朗政权的长程飞弹能力这是根据一个以色列的情资，他说伊朗呢在这之前一直在推进一项组建核武的秘密计划，而且呢伊朗有足够的材料能够在几天之内就打造15枚的核弹，所以因此现在就干脆下手为强。那纳坦雅胡呢也列出他们打击伊朗的成就更说目前为止已经杀死了10名的高级核科学家，伊朗核计划呢就像是癌症我们必须要摧毁它。同时呢，以军更宣称说他们打死了伊朗最高的军事指挥官，透过这个夜袭德黑兰市中心指挥中心当中呢，打死这位萨拉米那伊朗官媒也确实证实说，萨拉米是遭到暗杀身亡的。好，但是伊朗也有一波的反攻了。我们看到伊朗就下令新的一波空袭，这一波攻击呢，更说是结合了无人机和飞弹，而锁定的目标就是以色列北部港市海法以及第2大城特拉维夫。同时，伊朗还警告以色列的2家电视台说，他们要赶快迅速的撤离人员，更扬言会对第12、第14频道发动攻击。不过呢，当时你看伊朗的这个国营电视台就有一个女主播，她正在慷慨激昂的批评攻击以色列，就一看到水，马上转头一转吓坏了，因为呢天花板直接掉落很多的碎石跟砖块差点就要击中她了，所以这个主播呢赶快就起身逃离镜头前好，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也在进行空袭，而且空袭呢就是这个国营电视台。那伊朗呢则是声称他们再次击落了 F-35战机，不过以色列方面说他们不证实这个消息。那截至目前，伊朗也没有公布更多的细节，像是一些战机残骸这些都没有。倒是呢，现在以色列的摩萨德说，引发了恐慌因为呢，伊朗看到口罩护目镜就怕说现在变成是一个逮捕潮主要就是因为从上周五开始，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在德黑兰就已经有28个人被逮了，而且呢，被逮的原因都是被指控是从事以色列的间谍行动。那波斯湾航道呢？现在更说大家人人自危很担心冲突一触即发之后呢，可能会再度扩散目前有900多艘的船只他们导航的坐标说不正常，所以呢，使这些商船现在更是需要仰赖一些雷达或是无线电或者是甚至是目视的观察来加重船员跟海岸人员负担非常的重好，那现在以色列跟伊朗的交火进入到了第5天之后呢，就传出说德黑兰私下有找美国总统川普帮忙了，他希望说呢可以施压纳坦雅胡麦戈帕这样子的意思好，那消息人士就透露说他们已经要求透过阿曼、卡达跟沙烏地阿拉伯来向川普施压，推动停火。那也说伊朗会在和谈判中呢展现它的灵活性哇，那这样子接下来呢，是不是美国恐怕也会被迫参战了呢？现在中东局势升级川普呢则是提早离开了 G7 峰会他更说警告大家赶快撤出德黑兰，那他也赶快回到华府来下令这个战情室做好准备。那川普是不是有备战的迹象吗？我们看到美军有31架的空中加油机还有航母也都前往中
中东地区跟欧洲地区了。那也被认为说呢，这是不是华府也在为局势全面的升级做好准备？那倒是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就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一直都是防御性的主要就是希望说可以强力促成和平协议。也就是说呢，他强调目前还是采取防御作为主要面对的这个状况。CNN 就说呢，包含饱受打击的伊朗，现在很可能接下来会孤注一掷所以呢，现在川普积极要营造这个和平的人设，未来恐怕会受到一些冲击，甚至有一些原因呢，会被迫要参战以伊的冲突。那也就是呢，以色列没有办法单独摧毁伊朗的核设施，也会升高美方的压力，还有共和党的鹰派施压这些可能都让川普很难置身事外好，我们先请这个将军，对不起，我现在补充一下因为呢，我们还有说到现在在这个情势紧张之际呢，中国就被问到啦，是不是有可能从这两国来有撤侨计划呢？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呢是说，目前确实有部分的公民已经安全撤离到周边国家，那目前也在会同相关的部门迅速来撤离这些中国公民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讯息提供给您。好，那将军怎么看呢？说现在整个冲突是越演越烈耶，那到底呢这个接下来美国会不会被迫参战？以色列跟伊朗发生冲突，现在伊朗屈居下风，然后以色列掌握了伊朗的制空权。那现在的话，伊朗只有挨打的份，几乎没有招架的能力。那我们可以看，最重要就是伊朗犯了4大错误。第一个，他的这个建军错误，因为伊朗它是重陆军轻空军，那重陆军它大陆军总共55万人，那这样的话，因为伊朗跟以色列不接壤，最近两个最近的要1000公里，两国的首都特拉维夫到伊朗的德黑兰1600多公里。所以他们是不接壤重陆军建军错误，要重空军，因为伊朗所有的被以色列攻击全部是以色列空军出动，不管是 F-35I、F-15I 还有 F-16都是空军过来，以色列并没有派任何一个陆军的部队进入伊朗，除了摩萨德，但是摩萨德是情报组织，2700多人，那是在以色列，他在部署在渗透在伊朗的只有少部分，所以我们来看，那这样子来，伊朗的威胁来自于哪？来自于空中，但是伊朗却疏忽了他建军的方向，却往陆军去发展。这一篇之后，让伊朗毫无招架之力。第二个，战机老旧，他的战机都是巴勒维时代 F-14，你看 F-14早就没有零件了，美国早就不供应它零件 ，F-51也不供应零件。那像俄罗斯买的最好的，也只不过是米格29，也旧了。那歼7这些所有的飞机，伊朗这些飞机全部就那比较好一点，投弹比较好一点的是 F4 幽灵战机，幽灵战机旧了，所有这些飞机都没有办法对以色列突防的这些战机产生威胁。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战机老旧，伊朗根本没有钱去买战机。那战机是空军的主力，你除了有防地对空的防空飞弹之外，战机也非常的重要，可以起来升空拦截，最起码可以跟以色列一较长短，它都是来自空中嘛。结果伊朗没有任何一架空军的战机起飞去迎战以色列突防的这些飞机，所以可以看它的这个战机老旧，到这个建军的整个方向是偏的。第三个，战略指挥失当。这以色列过来的时候，那么多的空中加油机，那么多的逆中战机，还有包括 F-15，他把他的跑道炸掉嘛，赶快这个时候是炸以色列让这些以色列飞机执行任务完毕之后回去的时候完全没有机场，以色列10大军用机场，通通把它只要炸跑道，国防部不要炸，那个以色列的空军总部不要炸那个没有用，炸它的跑道，让它所有飞机回去的时候没有加了，跑道上都是弹坑，没有办法落地，落一架摔一架，那只有空中加油飞到希腊去落地，只能这个样。那飞到希腊跨越地中海，又是夜间，那又是一个对以色列来看又是一个危险。所以这个伊朗战略指挥也失当，那这样他怎么样去对付以色列？以弱击强，要靠脑袋、靠智慧、靠战略的规划，要靠战略的组织跟战略的指导。这一方面，我看不出伊朗有这一方面的作为。第四个，我认为伊朗的电子战非常薄弱。
看有没有电子战干扰啊？你可以干扰这个以色列所发射的远距遥攻的飞弹，它可能是卫星定位，也可能是这个半主动雷达导引。那你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拿电子战做干扰啊？把这些方向要去对伊朗的核武提炼厂做轰炸，给它导引过去，或者是 GPS 定位给它做个偏差。伊朗在这方面电战的能力也没有建制得很好啊。打仗打电战呢，不是说自己武器多强，你如果电战能力很薄弱，在软杀上没有造成这个决定性的效果，也会造成这个以色列在这一方面屠防的成果。如果伊朗在这一方面建制得很好，电战能力很强，以色列屠防的效果不会那么好，它不会这个全胜而归，最起码有些这些导弹弹落荒郊，没有办法达成决定性的战果。伊朗在这方面也没有好好的建军备战。好好的规划。那对伊朗来说，最后希望要寄托在川普身上吗？赖老师？当然，伊朗已经有透过一些国家，对，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包括卡达，就是送给这个川普这个豪华空中堡垒的，空中皇宫的那个卡达，还有阿曼，他们来协调看是不是1到3年内，伊朗不要再提炼浓缩铀。然后经由国际原能委员会严格的审查，然后这样的情形下，美国可不可以介入去施压以色列不要再攻击了？如果以色列不再打击，伊朗也不会再反击，那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战争是不是就暂时先告一段落？那这个目前还在起草的一个阶段，什么时候能够生效还不确定啊。但是以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由于以色列的这个袭击的一个动作是违反国际法，侵犯一个国家主权，中东21个国家，包括埃及、沙烏地阿拉伯、阿联酋等21个国家都已经联名就是联合声明，这个谴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法，要求以色列要停火，尽快的回到和平的一个状态。上海合作组织也已经起来，直接就批评谴责这个以色列。我想这些大部分发展中的国家都对以色列的动作表达强烈的不满。那支持以色列的只剩下美国跟欧洲的少数几个国家。以色列他就放出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应该是假的，他就说伊朗几天内就可以做出15枚核弹。这个国际原能委员会从来没有认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达到95%。国际原能委员会他们的评估认为，伊朗的浓缩铀大概就60%最多，那么80到90都还不到。那怎么可能？因为你要做一个核弹，那基本上你要提炼到95%。你要把浓缩铀提炼到95%是需要时间的，需要大量的离心仪的。那基本上来说的话，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指控，伊朗几天内就能够做出核弹，这是假的讯息。内塔尼亚胡一直在强调他的功劳，也就是说这一次把伊朗的核设施炸了又怎么样？可是他这样做的目的在哪里？他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在于他面对于国内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什么他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低估了伊朗，他认为他的这几波连续3天的攻击，伊朗应该已经瘫了。结果他没想到伊朗的反击力道还这么的强。不但是特拉维夫被炸，不但是海伐被炸，不但是他的中部城市，尤其是中科院被炸毁，16年的研究都付诸一炬。那这个炸等于是没完没了的炸，而他已经承认他们只摧毁了伊朗1/3的发射具，伊朗估计至少有2000枚的中程的超高音速弹道导弹。那言下之意就是伊朗还有1000多枚，那这个彼此之间炸来炸去，炸到什么时候才能炸得完？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场战争还要一段时间。那要看大国有没有介入调停了。所以美国还是一个关键之一哦。来，玉芳委员，我觉得比如他伊朗的空军弱也罢了，孙子讲3战者动于9天之上，
那你就没有办法动于九天，知道你空军弱，因为没有人愿意卖飞机给你嘛。那你地下的设施真的要好好的建好，而且尤其是你双方关系那么紧张的时候，你们这些高级将领竟然还在家里睡觉，在床上被炸死，你早就应该进入地下的指挥中心，在那边带兵作战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们太没有警觉心了。不过另外一点伊朗不是跟以色列在打仗而已，他跟美国在打仗。你看拦截美国的飞机，也帮忙拦截那些无人机，这个伊朗的无人机，而且他的神盾舰也射了标山的飞弹，在拦截这个伊朗的弹道飞弹。所以你等于不仅跟以色列这么强大的对手在打，这美国都进去了，美国的军舰、飞机都增派了这个往中东集结，他就是要参战嘛。所以伊朗被打败是必然的事情，只不过说我是觉得，原来我认为伊朗会带给以色列最大的打击是他所谓的高超音速飞弹，其实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神了。你去看大部分的飞弹都被拦截了，高超音速飞弹有逃过一些，炸了这个特拉维夫的一整栋的大楼，还打了他的这科学研究中心。这个他的这个台拉维夫这个海法也被打了，但是严格讲起来，实在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以色列因为被攻击而死亡的人数就10几位而已，所以你就会看得出，伊朗的所有的高超运输飞弹没有像他想的这么好，而以色列跟美国的拦截弹道飞弹的能力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好，所以这个是值得大家去看。就这场战争是一开始就不是个公平的战争啊，因为你想，伊朗也没有人造卫星，它的情报的获得是非常有限的，或许俄国提供一些给他，或许有其他拥有卫星的国家提供一些给他，但你总没有办法像美国这样子的全天候的24小时的源源不断提供这个情报给他。所以这个战争是一个非常怎么讲不是一个很公平的起跑点，一个战争。可是最重要就是说，伊朗你如果知道你的能力差对手这么多的话，坦白讲，他早知道就应该要妥协。这个核协议可能不是很公平，可能被迫签了，你也就签了，让以色列没有一个借口可以攻击你。你这拳头不够硬。然后呢，你的嘴巴又不够软，那这个战争爆发，你弱者就一定要吃亏了。好，但是我们刚刚讲到美国非常重要，可是美国现在呢，自己的在内政上有很多问题要处理好，来看呢是这个川普现在就点名了洛杉矶、芝加哥跟纽约等等这几个大城市要求呢针对这个扫荡移民要竭尽所能来处理这个拘捕或者是驱逐行动，要针对这些就是数百万的非法移民。好，而且呢，他还点名说你看这是民主党执政的大城市这些政客阻挠执法，还说这是民主党价值观的问题，更以此作为加强扫荡城市的一个理由。但你看呢，川普的支持度虽然说我们现在讲说他有些内政的问题却在这一份呢调查当中发现到说，尤其是移民政策方面川普的支持度看起来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虽然有小幅的下降，从47%下降到了44%，但是里头呢约有49%的受访者，尤其在移民的议题上呢，对川普是持着反对态度的。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些冲突不断尤其在芝加哥法院外头还发生了这样子的警民冲突事件那时候这个抗议人士为了要阻止一群是移民海关执法局的人员出庭作证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戴面罩的执法局人员呢，甚至是把民众压在地那也被说这动作会不会太粗暴了一些？那他就说啦，由于执法对象只有限于非法移民、无证移民，对一般的美国民众是没有执法权的，所以这场逮捕行动呢就被认为是执法上有瑕疵。那另外是洛杉矶呢，更是不断的传出枪响洛杉矶的南部大概50公里处的这个海军基地有陆战队员，他们只
有接受大概20小时的防暴训练哦，也准备呢要来这个应付了。所以就说这是不是也有一些法律上、道德上的争议呢？另外是还真的传出一些状况了，像是在这个犹他州无王日的集会哦，有一个维和小组啊，就向一名挥舞步枪的人开枪，没有想到流弹击中了在旁边的一个无辜男子哦，他送医之后身亡。另外是在洛市中心呢，也有反联邦移民扫荡抗议行动的男子，被警方近距离的用橡胶子弹射击下体，导致他严重淤伤，所以也被质疑警方现在警力执法的标准在哪里呢？另外是洛杉矶的街头也发生有车辆撞击了一群路人，那造成至少有10个人受伤，其中年纪最小的人才14岁。美国呢，明尼苏达州啊更夸张了，有议员啊遇到了这个枪击案件哦，另外还有2名州议员也差点就要遇害。那现在就说呢，他们这些嫌犯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啊等等这样的这个处分。不过美国现在呢就说，他现在经济啊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哦，陷入了低谷。偏偏最赚的人是谁？还是川普吗？川普自己发大财吗？因为你看川普旗下的媒体公司哦，还要进一步推进加密货币的布局，现在已经向监管机关提交申请了。那说会推出投资比特币、以太币这个名为这个以太币的这个 ETF 基金哦，那专家就质疑啦，你总统怎么会身兼国家政策的制定者？那你同时又是企业投资人，这会不会出现一些利益冲突呢？还有川普集团哦，现在就推出了一款叫做川普手机，它是一个大概新台币要1396元的5G。手机资费方案还推出呢，这个手机啊要价14680元。好，它号称这个是它设计的嘛，可是就被科技界发现哦，它疑似是 Made in China。好，所以我们看哦，现在这个当然有很多状况哦，美国的内陆呢有很多地震上有很多的状况之外呢，经济学家专家也警告。就说美国接下来还可能会迎来一些危机，包含像是呢，人们太轻易就可以量化这个恶化的情形了，所以他们看出美国正在朝向债务危机迈进，所以呢，当局在支出受限的时候，这样的危机呢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这就像什么呢？由债务引发的经济心脏病真的发作了一样哦。好，赖老师怎么看呢？川普现在这个强硬的扫荡移民政策啊，屡屡被说他这个执法上真的好像有些瑕疵太粗糙了。川普当初在竞选的时候，他主张的就是反这些非法移民者，而且他也因为他反这些非法移民的主张，这是他重要政见之一，他当选了。所以他当选了之后，他的施政的重点之一，除了关税以外，他就是要反移民，而且要对于这些非法的移民都遣送回去，所以他任命了一位叫做边境撒谎这个人。那这个所谓的边境撒谎，他刚上任的时候，他吹牛吹得很大。他说，美国境内估计有1100万的非法移民者，他每一个人的位置他都知道，我们就叫做吹大牛。结果上任到现在1月底1月下旬的时候上任了，20号嘛到现在已经是6月了。结果他的执法的成效非常的差，执法成效很差，他又编出一个大而美的法案中，里面藏的1450亿美元作为这个反移民执行这个驱逐非法移民的这个所需要的这个经费，1000多亿美元啊，这个是天文数字啊。那他也过去也说，你只要愿意自动回你的国家，我愿意贴你多少钱。什么办法都用了，但事实上这个成效很差，对于川普来讲已经越按捺不住了。那个所谓的边境撒谎，他成绩单缴不出来，怎么办？就变成用最粗糙的方法，最粗糙的方法就直接逮捕，然后就选择那个我们叫做蒙帕纳是吧？蒙帕纳就选择这个地方，然后来开始要去强烈的执法，那当然引起了整个大部分人的反弹，而爆发了这个示威的冲突。而这个冲突越演越烈的情形下，川普动用了军队了。海军陆战队它是对敌人的，它不能对于本国的公民。
所以他对于本国的合法的公民，即使是非法的公民，他只要是美国公民，军人无权利去执法，因为只有警察才有权利执法。而这一群海军陆战队的，竟然对于美国的公民执法，他只能对于非法跑进来美国的外国人，非法跑进合法进美国人的军队也不能够对他执法，只能对于非法跑进美国人的外国人执法。结果他竟然对于自己的美国合法的公民，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他都无执法权的公民执法的时候，当然就引起了批评了嘛。那每个人就在开始追究这个责任，追究这些军人的责任。这些军人很无辜、很无奈啊，也很无辜啊。他就是被下令，我海军陆战队本来驻守在洛杉矶，我现在被调到这里来，一个建制营700多人，然后要我出来执法。我一看到这些人，我就把他质押在地上。现在我要被起诉，我要被追究。那他们觉得莫名其妙。不过大家在追究的时候就发现说，他们的训练才几个小时而已，就让他上阵了。他当然所有的法律规章他怎么会懂嘛？那当然我们看到川普因为反移民、反非法移民而当选，结果他在执法的过程中，由于太粗糙，他的声望一直往下降。那目前来讲，反对他的移民政策的已经在往上升了，现在已经升到49%了。而支持他的，他变成只能去拥抱那个基本盘。我想川普怎么想都没想到，他因为反移民而当选是他的主要政见之一，而他在执法的过程中，却让他自己本身的声望往下降。这恐怕也是川普始料未及哦。来，玉芳委员，你知道这非法移民其实对美国的经济的贡献是很大的。所以美国人慢慢发现，这些非法的移民带给他们的，就川普的对非法移民的那一种政策，是带给他们很大的伤害。美国非法移民大概有多少人？大概1100万，这是2022年做的。我认为人数大概应该是要增加了一点，不止1100万人。这里面有830万人是真正在工作的非法的移民那在美国整个劳动市场多少呢？4.8%。可是它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他们做的是劳动市场最底层的工作，要流汗，甚至要流血，工资又低，而且常常没有保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比如说农业，在大热天摘番茄采葡萄、摘酪梨，就他们干的然后过来呢，譬如说建筑业，扛那些重的那个东西往上走，那很容易出事情的。还有呢，冷冻厂最近就在加州抓冷冻厂，抓了20-30个人。你在长期的冷冻，很冷，非常冷，在那搬那些猪肉、牛肉、这些鸡肉在冷冻的。还有呢，餐饮业餐饮业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大概是他们感受最深的。很多家庭其实用非法移民当佣人，因为他没有办法，他家里老人家瘫在床上，一定要有人照顾。还有呢，在家里要整理他花园等等，非常的低薪，非常的辛苦。830万是非常多的一个非常大一个数字。你这一搞，这些人可能没有被抓进去，可他躲起来了，没有工作，那带给美国人当然就是非常大的损失所以他们那即使那些非常讨厌非法移民的人，尤其在治安问题上面，毒品这些，可是当他自己感受到冲击到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譬如说他家可能就有非法移民，做的非常辛苦的工作像农村这个地区、南部、中西部，很多是川普最重要的支持者，那些非法移民走了，那请问你他们怎么办？谁来照顾他的家人，照顾他的田地？没有了，所以这个美国人慢慢矛盾的那种心理一方面讨厌，一方面又是非需要这些非法移民不可那个心态。那种矛盾慢慢就会呈现出来。对，这可能是现在问题最重要的来。川普在这个驱逐加州，尤其是洛杉矶的非法移民我认为他犯了3个错误。那个我们来看，第一个，他是动用军队，绝对先不要动用军队嘛，动用军队是这个军队是对的是敌人，不是对的自己的老百姓动用军队干嘛？
他这个在取缔这洛杉矶的，有州警察，有联邦警察过来支援就可以了，不要动用军队，动用军队，你要陆战队，你这一动用军队，马上激化，对，那军他们荷枪实弹，你是对了，我们老百姓都手无寸铁嘛，这个就错了，就会很会激化，整个情绪就会高亢就会失控，变成这个状况。所以川普只要动用军队，他就失策了。他这一方面做一个战略的决策是错误的啊，他在这一方面我认为他太粗糙啊，这个慢慢升级嘛。那最起码我认为动用到国民兵。就 National Guard， 我都认为稍微都有点过当，何况是动用海军陆战队，那是最精英的、最精锐的。第二个，我认为他要把非法移民跟一般的居民做区隔。美国的户政那么清清楚楚，哪些非法移民要掌握清楚。美国整个非法移民总共是1100万人，在加州有170万是非法移民，然后非法移民把它调查清楚，不然要这些护人员干嘛？然后针对的分区各个来一个个解决。这个我们讲的化整为零，然后呢，这个积少成多，就把它这些慢慢做驱逐，而不是在那边没有办法。你这一用的话，这个到非法移民跟一般居民没办法做区隔，他应该聚焦。结果川普没有聚焦，你要聚焦才会减缓这方面的对立吧。他没有区隔，那美国的那么多的这电脑的这种连线户政非常的清楚啊，他在这方面我认为太粗糙了。第三个认为。是不是这些为什么要非法移民？因为他廉价劳工低价嘛。因为美国有1100万非法移民，总共提供了850万的非法劳工的工作机会。为什么需要？因为它很廉价，它是黑牌的劳工，是这样。那你要有个替代方案呢？有个替代方案，大家都不要去用这个非法劳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鼓励或奖励措施？如果用了非法劳工，如果被抓到的，会有一个加重的处分。先做这些。我应该先做，不是立刻下这种铁腕政策。下铁腕政策，你没有配套措施，那一般人他还是要去收留这些非法劳工，毕竟他们低薪打工赚钱营生这个状况。这个1100万的非法移民的其中的850万，提供的美国总就业率是5%，非常高啊！就5%是由这些非法的劳工、非法移民所提供的工作机会。也创造了美国低价的市场，那美国有这方面的需求啊，要不然的话，美国以后到餐厅吃好贵啊，都很贵。为什么？那为什么会不贵？是因为这些非法移民提供了低价的服务，换取了大家低价的这种享受，是这个样啊。那川普有没有想到说，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非法劳工的、非法移民的市场需求？我认为这最重要啊，你不要只是治标治本在这个地方啊。我认为川普在这方面也是这个计划失当，我认为执法也出招了。刚刚讲这个川普内外交迫，当然呢，现在在对外的部分呢，还有是关税哦。我们其实自己台湾也还没有跟他们定好，说到底这个关税要多少，还在持续的进行谈判。那倒是呢，跟英国已经率先签署了这个关税协议哦，只是就在签署文件的现场呢，却发生了有一点点小尴尬的插曲哦。你看到呢，川普本来想要打开啊，要秀出说他们刚刚签好的协议文件。没有想到才一打开，结果就飘到地上了。还好施凯尔立刻呢就弯腰帮忙捡哦，之后才赶快的整理一下，然后两个人呢站定位哦，摆拍之后还好啦，有握手啦，看起来还是比较欢乐、比较和平的一个场面哦。那两个人呢就说现在是达成了协议，那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好的呢？好，那川普呢原本先是说他误称他是跟欧盟达成贸易协定哦，随即呢他才更正说是和英国签署啊，更强调说美英关系非常好。那施凯尔也说呢，这个公告将会落实先前针对汽车跟航太的产业达成的协议哦，这对两国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刻。好，那刚刚这协议讲的是什么呢？签的这个汽车、航空、航太的关税呢，川普就强调哦，说所谓的供应链安全啊，就反映出什么？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担忧。那这个命令表示说，英国呢会致力于满足美国对出口他们国内钢铁啊、铝制品啊这个供应链安全的要求。不过不能开心太早，因为呢，跟加拿大啊、跟日本啊，到目前为止呢，这个贸易协定呢都还没有谈判完成。那至于对于中国呢，
当然，现在卡到咽喉的就是什么？我们一直讲稀土嘛。好，那应对这个稀土的威胁呢，在 G7 上哦，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因为呢它是占全球产量哦，有将近70%的。那倒是提到什么产业现行做法，说这个对 G7 经济造成一些威胁。那更指出说呢，这个关键矿产哦，这个非市场化的政策和做法呢，会威胁到这些国家他们许多来取得矿产的能力，那里头就包含稀土的元素了。好，那草案甚至也点出 G7 的成员会加强预警的机制，及早发现关键的矿产可能会出现短缺这样子的风险呢。简单来说，就是要针对的是单一来源依赖，尤其是中国。好，那中国的稀土牌看起来真的是蛮重要的嘛，所以路透社呢也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就提到说，现在中国啊在上周已经向美国3大车企供应商发放了稀土的许可证了，尴尬了，特斯拉呢却没有被列在其中。好，这意味着什么呢？特斯拉可能还在等待，那这也是马斯克在外交政策上哦，过去啊这个实在是太激进了，以及中国为了要支持本土电动车，那才会产生了这样的结果。那当然大家就是要自家优先嘛。印度供应稀土呢，说给日本哦，是基于双边政府的协议哦，所以他们也喊话说他们没有办法立刻的停止出口，更直言啊说日本是友好的国家，所以呢希望进行友好协商后再做决定。好，那你看呢，川普似乎态度也有所转变咯，他就喊话 G7 说，我们要来重新邀请普京一起加入，也要中国一起加入哦，还呛说啊，这重大错误决定啊，俄罗斯如果还在战争的话呢，就不会爆发。好，但是川普呢，却刚刚提到这个 G7 有小小的出包，把英国当成欧盟，还说呢，杜鲁道驱逐了俄罗斯哦。好，那你看呢，他就说，在 G7 呢谈到普京的时候，他就说他是被杜鲁道赶出来的，杜鲁道说服了1-2个人，还有奥巴马，还有说，他告诉你哦，他非常的不开心。那除了是呢有 G7 之外呢，现在别苗头吗？因为习近平呢，他也抵达了哈萨克哦。那哈萨克是盛大的迎接，你看画面上呢，就是习近平他抵达之后，那哈萨克的这个空军战机啊，也升空护航，现场有非常多的仪队啊，在热烈的欢迎哦，举行一些欢迎的仪式哦。那这一次呢，是习近平到访哦，外交部呢，中国外交部就说，各国元首也会在这个峰会来开辟共建“一带一路”来更宽广的空间。好，那统计来讲呢，今年的前5月啊，中国对于中亚5国的进出口就来到人民币是有2864亿元，年增10.4%，这创下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哦。那他也提到说呢，这个就是要借机扩大朋友圈啊。但是很尴尬的是什么？越南现在夹在美国中间，是不是也里外不是人呢？因为越南现在成为金砖第10个伙伴国，这个深化全球南方合作的国家哦，那是不是也在挑战了西方的秩序哦？好，那美越呢，现在关税谈判啊，问题是又面临到倒数计时的时刻，越南现在怎么办？他们希望力拼的是20%到25%的税率。那知道之前哦，川普寄出的这个关税，越南也是重灾户之一啦，他们是有46%的重税哦，所以现在当然希望可以降低。那美国呢，就施压越南和中国科技要脱钩，减少使用相关的零组件哦。但是问题是呢，这个要让越南制造去中化。越共总书记呢，苏林就打算说，好吧，那我6月底来会面川普看能不能有一些进展哦。好，赖老师怎么看？现在川普这个关税大战还在持续的谈判啦，包含越南现在有一些期待嘛，加拿大跟这个另外日本也有一些期待。现在已经是6月中旬了哈，到7月9号已经不到1个月的时间。美国到目前为止只签了，就是在昨天签了唯一的一个跟英国的贸易协议签下来了。但是问题就在于毫无吸引力，因为他本来想把这个作为样板，然后来吸引这个日本啦、欧盟啦都跟他，还有加拿大来跟他签订这个贸易协议。但为什么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因为
英国跟美国的贸易啊，英国是逆差国也就是说，美国每一年赚英国人100多亿美元的钱。那如果按照川普的标准来说的话，是美国人偷了抢了英国人100多亿，英国人是不是要加税呢？那理论上讲是应该英国对美国加税，对，结果是美国反倒对英国加税，而英国跪地求饶，然后就完全满足美国的要求，只求说在汽车跟发动机、航空工业不要再给我加税，把税减掉，也就是那个25%的汽车税拿走。其他的，它可以跟美国多进口大豆、玉米，还有牛肉。那这个是一个上权入国的一个贸易协议，而英国的工党政府的首脑签了。那你想，这样的一个上权入国的贸易协议，石破茂怎么签得下去？所以石破茂跟川普的对话30分钟，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因为石破茂说你要对我课的关税，我没有办法答应啊。我如果答应的话，我回去就不用干了。那日本人一定把我推翻掉的，所以他没办法答应，说那我们就继续再谈吧。可是时间越来越紧张了。对。然后欧盟本来传说说他们愿意让10%的对等关税，结果欧盟说没有啊，这是谣言啊，这谁放的话啊？我们欧盟从来没有，所以欧盟也没有谈成。加拿大、欧盟、日本被邀请去的印度什么都没谈成，那唯一谈成的就是英国这个跪下来的上权入国的协议。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其实川普的这个关税战，很多国家都面临很大的压力，然后也都在抗拒，而到目前为止，唯一有一个暂时休兵的，就是跟中国大陆，可是都是对等，都课10%。那很多国家就认为说，中国可以跟你对等，为什么我们不能对等？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好，大家恍然大悟，就是因为中国有实力，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有稀土，那因此这些国家如果要配合美国一起统一阵线，就是统战了因为美国现在在搞统战嘛。讲到统战，那民进党是不是也应该反美国？因为美国人现在在搞的就是统战。为什么说他搞统战呢？第一个，他搞稀土统战，要统一战线；第二个，他要搞这个关税统战，他要他的盟国都跟他站队去对付中国大陆，也要搞统战。如果不跟他站队的话，他就要修理那些国家。可是那些国家，他当然没有人敢跟美国站队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稀土是掌控在中国的手中。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短时间他们也没办法解决。那因此，川普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对，这可能实现吗？休息一下，马上继续讨论。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川普的宽税现在还卡在这个稀土的问题上吗？委员，其实川普我先讲一点，川普这次到这个 G7 不是很高兴去了，因为他对加拿大印象不太好，因为他一直想把加拿大收为第51州嘛，而且2018年的时候，他也是跟这些 G7 的其他的国家领袖谈不拢，针对那个共同声明，所以提早就离开了，跑到新加坡去见这个金正日了。所以他这次去呢，只想做一件事就是跟英国首相共同展示他们已经达成协议了，要对其他的国家形成压力了。说我们跟英国达成协议了，你们其他人应该要跟进啊。他对的英国协议看起来是还不错了对英国来讲啦，刚刚赖教授讲了，因为他们美国人赚英国钱一年赚了100多亿美金嘛，还有一个原因美国人跟英国是不一样的。2次大战的时候，丘吉尔到美国去要求美国人支持他，他演讲一开始就讲，我身上流着美国人的血液，他妈妈是美国这个有钱人的女儿，所以他是真的有美国人的血液。所以我们现在讲美国是一个移民的这种好像这个大熔炉，可是这里面还是英国人的影响最深，讲一样的语言，很多的风俗习惯也都是英国的这样。但其他国家比照是不太容易的了那这个讲到稀土的问题
我记得上次我们在那边讲，也是表达不是那么的乐观啊，因为这是对中国大陆来讲，这是他最重要的筹码。那他随便在这个地方放松了，他就没有了。那偏偏这些国家，其他国家对他依赖很重，包括欧盟，但是欧盟这个主要依赖是在风电，还有汽车。国防上可能也有，但是不像美国那样子的大。所以我认为，你美国一方面在打中国大陆，比如说越南他越南赚他非常多的钱所以他要求越南要跟中国大陆脱钩。可是你想，越南也不是那么容易脱钩。越南的最大的这个出口的这就东西卖最多是卖到美国。他大概我看了一下，那个大概今年的1月到5月越南对美国顺差到500亿美金。所以越南赚美国赚了非常多钱，所以美国要逼他做。可越南为什么可以赚这么多钱呢？因为它很多的电子相关的零组件是来自中国大陆，所以美国说叫越南说，你不要跟中国大陆做生意，你要卖给我的东西里面不会有中国大陆成分，那你就要去哪里组装这些东西，然后再卖给你美国呢？中国大陆也赚美国，当然也赚这个越南不少钱啊。今年1月到5月，大概就赚了大概这个458亿美金了。所以越南就站在中间，你美国要逼越南去做选择，越南这是很痛苦的啦。那其他很多的国家，尤其东南亚，大概也是类似这样子。所以我是非常不看好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未来关系的发展。那很多台独人会认为这样很好。我跟你讲，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越坏，就你仔细去想，对台湾的安全的保障是越差的。更多的内容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傅司令，这越南是不是现在很尴尬？对，我认为越南想要去中化，我认为蛮困难的，因为中国大陆跟越南之间的双方的贸易2600多亿美元，越南的所有的贸易额1/3是对中国大陆，想要脱钩跟中国大陆有点切割，困难度蛮高的。越南对全世界加起来的贸易额也只不过只有2/3，中国大陆一个国家就变成占了1/3。那尤其是农产品，比如说这个越南这个生产榴莲卖到大陆，一年就要卖70万吨，不是70公吨呐，是70万吨榴莲呐，还包括火龙果，还包括其他农产品。所以越南的最大的那个农产品出口市场就是中国大陆，还不得不靠中国大陆来有这些市场。哪个国家可以一年要吃70万吨榴莲啊？也只有中国大陆有这个能耐，人多。然后它又是接壤，它直接陆运就好了。它2个是接壤，直接陆运就过去。还有中国大陆要帮越南盖高铁，因为越南南北很狭长，像骨头一样，它总共1650公里啊，要靠铁运，要中间最窄才50公里。那中国大陆帮它盖，那连交通都连在一起了。你说越南想要脱离跟中国大陆的影响力，没有办法。